今天我要分享的故事是：顾毅是我的亲生父亲，只是血缘上而已。童年折磨我，成年束缚我，我想逃离他，他却要剥夺我活下去的权利。我最终做了一个决定，让我父亲后悔一辈子。这是顾毅给我打的第3个电话，如果我再不接，等待我的将是一顿殴打。犹豫了很久，我终是接了。喂，爸，你还知道我是你爸？他脾气素来暴躁，现在已然情绪失控，白眼狼。你的血缘妹妹躺在医院里昏迷不醒，你人在哪里？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你的居住地址？你不知道她需要血吗？你难道不明白她现在多么危险吗？果然还是为了顾燕儿，为了那个得了再生障碍性贫血的同父异母的妹妹。这时，我听到电话里传来杨琪虚情假意的话：“顾毅，别一上来就对孩子大吼大叫的，没准顾青有事忙，只是可怜了燕儿，现在还在重症室里躺着。”刚说完，他便啜泣了起来。我不禁冷笑了一下，同父异母的妹妹罢了，我压根不在乎。何况12岁那年，我给他的血多到差点要了我的命。因为杨琪特意跟不良医生打了招呼，按照顾燕儿的最佳需求抽血，直至让我出现心悸和心疼，医生才罢休。出来的那会儿，我甚至站不稳，而顾毅呢？他看都没看我一眼。顾青，你实在是太冷血了！顾毅顿时愤怒地吼道：“那点血你也要计较这么多年？那我和你杨阿姨给你的付出呢？你怎么没有记住？你怎么不知道感恩戴德的回报？呵，从小你就是个歪根子，我当初真不应该要你，离婚的时候就该把你丢给你那短命妈才好。别如果了，我才舍不得让我妈的生活一团糟，你就是前车之鉴。即便是舍得，我也再无机会，因为我妈在我18岁那年因为癌症过世了。她在医院里输氧时，顾毅还瞒着我，生怕我去见我妈，或者给我妈钱。我不以为然的一句话，叫电话那头的顾毅气得呼吸声粗重。如果是面对面，他的巴掌和拳脚早已经落在我身上了。他估计是气急了，一句话也没说的挂了电话。他或许根本不关心，我此刻也在医院，由于长期性贫血导致的心脏衰竭。无所谓了。其实在我的记忆里，顾毅经常家暴我妈，可我妈为了我一直在忍，哪怕有一次被打进 ICU， 她也原谅了我爸。我不明白为什么。我妈跟我说，我爸虽然对她不好，可对我很好，所以她忍。我承认小时候顾毅对我的确是百依百顺，万般疼爱。只是后来全变了。离婚那天刚好是我6岁的生日，妈妈不再忍让，哭都没有哭一声，歇斯底里地指责顾毅，对他失望透顶。原来顾毅早就在外面养了女人，还生了一个只比我小1个月的私生女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妈是一个人坐月子，自己照顾自己的原因。她的爱都是假的，也是廉价的。法院把我判给了顾毅，我再不舍得，哭得再凶也没有得到妈妈一个回头，只记得她告诉过我，爸爸很爱我，留在他身边会更好。之后，顾毅笑着带我进入了这个崭新的家庭，一点悲伤也没有。顾毅对杨琪痴心一片，和他是初恋，自然而然的，顾毅对我和顾燕儿的态度也开始不一样。前几个月，顾毅还知道一碗水端平，后来便彻底掀翻了平衡。他要求我把我的一切都让给他，我的玩具只要顾燕儿喜欢，那就是他的。我妈每年给我寄过来的新衣服，只要她看中，我便不可以穿，哪怕每次她笑盈盈地拿走那些衣服，只是为了当着我的面剪碎，然后再诬陷是家里的狗狗顽皮咬破的。一个6岁的小女孩做出的事情让人不敢相信。
而且他在这个家得到的是10分的可信度，我却是0。如果我忍不住了，和顾燕儿吵架了，那么一旦她哭了，顾意会不分青红皂白的让我跪在阳台认错。每次我跪着的时候，顾燕儿就会凑到我面前对我扮鬼脸，或者靠在顾意的怀里得意洋洋地对我挑衅。前期顾意只让我单纯的跪几个小时，后来就开始打我，巴掌、拳头、衣架，或者是木头椅子。打完就把我关在房间，叫我反省，如果我不跟妹妹道歉，就会一直没饭吃。杨琪每逢此时就会猫哭耗子的给我求情，但他从不说是他女儿的错，即便他心知肚明。很多个夜晚，我都是独自舔舐伤口。而我对顾意彻底绝望是在15岁那年，我那会儿刚上高中，和顾燕儿一个学校。顾燕儿心思不在学习上，成日和一些男生鬼混在一起，可她暗恋了许久的男生偏偏喜欢上了我。我拒绝了，也和顾燕儿解释了，她笑容甜美地告诉我没关系。结果我如何也没有想到顾燕儿会把事情做得那么绝。那晚我衣衫不整，伤痕累累地回家，故意听信了顾燕儿说的我早恋，偷尝禁果一事，什么也不问地把我到昏厥。在我倒在地上的那一刻，我抓着他的裤脚，微弱地说了一句：“爸爸，我是被强迫的。”我以为顾意没听到我说的话，但他听见了。如果你心思在学习上，没有招惹是非，没有故意勾引，那些男生会无缘无故地找到你。苍蝇不叮没缝的蛋，顾青啊顾青，我以为你很懂事，结果你如此不堪。你妹妹关心你，回来就求我不要生气，叫我和你多讲道理。我可不会一个恬不知耻的女儿讲道理。在她说完这些话以后，我变得异常冷静。我把事情记着，放在心里最暗的地方。后来我养伤的那段时间，杨琪对我格外殷勤，我不用想都知道是因为顾燕儿把事实告诉了她的母亲。杨琪怕我找到证据后在顾意面前说：“杨阿姨。”我对她冷冷地笑着，这些事儿你以前不做，现在更不必做。如果是因为愧疚，那就太可笑了。杨琪脸上本来就假的笑容更假了，看了一眼身后的顾意，对我故作温柔：“没事，我愿意为你做这些。你看你身上的伤。”哎，我早就说过让顾意冷静，冷静。当他伸手要来碰我脸上的伤口时，我不露声色地躲开了。杨琪笑容一滞，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：“算了，你不喜欢我，我就不留在你面前碍事了。”顾意听到他的话，显然是信了，没脑子地瞪着我，双眼赤红，拳头紧握。不过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杨琪人已经走到门口，还要背对着我留下一句话：“顾青啊，你是女孩子，一定要知道自重。”当时就是因为这句话，顾意忍无可忍地冲入我的房间，说要把我的衣服扒光了丢到大街上，说我不要脸，他还要脸。那年我已经15，抱着自己的身体，死死抓着自己的衣服，自尊被故意踩在地上狠狠地碾碎。即便是后来杨琪怕事情闹大而极力阻止，顾燕儿拉走了顾意，我的心也早已支离破碎。绝望从来不是顾燕儿背地里陷害我，把我的清誉给毁了，而是在我坠入绝境时，狠狠推我一把的人是我的亲生父亲。每次想到15岁的那一天，我对顾意的恨，对顾燕儿的恨，对杨琪的恨就无法宣泄。康复以后，我去找了强迫我的人，可怎么也找不到，他们几个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。等我再去报警，最佳报警时间已经过了，加上那条巷子没有监控，我再无证据。后来我看着银行卡里他打来的生活费一次比一次少，
而顾燕儿在朋友圈发的衣服、鞋子、包包一次比一次贵，什么也没说，只是释然一笑。如今我努力考了外省的大学，脱离苦海，可以自己养活自己，可以远离那个是非之地。但我怎么也没想到，顾意还是不肯放过我。当晚他又跟我打了电话，语气不善。我当你白天的话没说过，我劝你马上回来，如果燕儿有任何事，我饶不了你。他出事就不放过我，那我出事呢？我憋屈了很久的怨恨再也压不住。他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她是你和你初恋生的女儿，一个小三，一个私生女，凭什么要把一个私生女的健康建立在我身上？我有什么义务帮她？如果我再恶毒一点，我恐怕已经咒顾燕儿死了。顾青，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咄咄逼人，这么冷血薄情的？顾意的声音不再是一味的暴躁，还带着不易察觉的疲惫。你曾经不是这样一个孩子，你现在怎么叫人那么厌恶？我现在应该叫你什么？我觉得是顾叔叔。我明明想冷笑，却不自觉地多了鼻音。比起顾燕儿，我更像一个私生女。我从小到大什么都让着她，还要看杨琪的脸色。我哪一次生日是好好过了的？不都听顾燕儿的吗？明着是给我过生日，暗着是哄她开心。本以为我说的话可以点醒顾意，结果他立马吼了起来：你凭什么有不满？我赚钱养你们3个人，我在外面成日看别人的脸色，杨阿姨也成日在家里含辛茹苦地照顾你，她又不是你的亲生母亲，你还要她做到什么地步才满意？你吃饭少一点，她就皱起眉头告诉我，你学习成绩一下降，她比我还着急，你还要杨阿姨做成什么样？吃饭少一点她就皱眉。那是因为顾燕儿在我的饭里加了很多盐，杨琪不知情，认为自己做了一桌菜，我却不给她面子。我学习成绩一下降，她着急。那是因为顾燕儿每次作业都是抄我的，考试更是逼迫我给她答案。如果为成绩下降了，那么是不是会牵连到顾燕儿呢？对着电话，我冷漠道：你什么真相都不知道，凭什么教育我？我态度坚定，软硬不吃，就是不肯救顾燕儿。不过我低估了杨琪和顾意的本事，他们第2天就给我拍了一段视频，视频里是一个骨灰盒，上面的名字是我的妈妈。他们说，如果我不救顾燕儿，那么妈妈的骨灰将会被倒入垃圾桶。顾意，你是疯了吗？我打去电话，咬牙切齿的很意，那是你的妻子，那是我妈。顾意沉默了一阵子，沙哑地说道：顾燕儿亦是我的女儿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了什么。比起心如死灰，我对顾意的恨意到达了一个临界点，就差那么一下子，我恐怕就受不住了。花了1个下午的时间，我火急火燎地赶到了顾燕儿所在的医院。杨琪看见我时，眼神一亮：顾意，顾意，顾青来了，来救咱们的女儿了。我扫了他一眼，环视了一圈屋内。顾燕儿比以前更瘦了，闭着眼睛躺在病床上吸氧。我本以为12岁那年给她输了血，她的再生障碍性贫血就会得到康复，结果没几年又复发了，算报应吗？而顾意守在她旁边，一直握着她的手，憔悴的胡子拉碴的。把妈妈还给我。我开门见山，对顾意伸出手。他缓缓扭过头，那双布满红血丝的眼睛陌生地望着我，几次张合嘴巴才说出一句：先去输血。原来如此，原来这是一笔利益交易。好，我深吸着一口气，努力压着自己的情绪点了点头。跟着医生离开病房，我听见杨琪欢喜的笑声和顾意松了口气的感叹。他们在为他们的女儿感到庆幸，
感到开心。至于我，不过是一个外人罢了。输血的时候，医生低着头问我：“你们是姐妹吗？”长得真是不像啊，不过看样子就知道你们姐妹俩感情肯定很好。愿意这样为妹妹输血的姐姐可不多。我笑了一声，俯下身靠近医生，冷冰冰地说道：“我巴不得她死。”医生愣了一下，局促地扶了一下眼镜，就再也没和我搭话了。输完血，我头有点昏，扶着脑袋坐在长椅上休息了很久。忽然，一抹熟悉身影从我面前走过，我猛然抬起头，看向那个清冷干净的背影。那是当初在高中跟我表白的男生，也就是顾燕儿暗恋了许久的穆平。穆平抱着花直奔顾燕儿的病房，我鬼使神差地跟了上去，在门口停留了一阵子。屋里只有杨琪母女，伯母，她礼貌地称呼，然后放下那捧花。今天燕儿好一些了吗？杨琪摇了摇头，叹息道：“如果顾青早一点回来，我们燕儿不至于遭这种罪。我可怜的女儿被病魔折磨得太痛苦了。”我站在门口，一声不吭。当初是我看走眼了。穆平低着头，语气带着愧疚：“燕儿这么好的女生喜欢我，我却被一个水性杨花的女生勾搭走，是我眼拙。你年轻，这事不能怪你。”杨琪说道。我以为顾青看起来干干净净，学习上进，是个好女生，结果学校传言她在外阅人无数，甚至知道的人还不止我们那一年级的。燕儿那段时间一定很伤心吧？虽然伤心过，但后来你迷途知返，回到了她的身边，燕儿自然是明白的。杨琪笑道。穆平也便坐到床边，轻抚着顾燕儿的脸颊，眼神爱怜，手不听使唤地推开门。我居高临下地看着穆平，好恶心的一幕啊！杨琪和穆平看见我很是惊讶，纷纷站起身来，尤其是杨琪，马上一副温柔继母的模样。顾青，你回来了，快坐下，阿姨给你倒一杯红糖水，你刚刚也辛苦了。不必了。我逆向他，不如让你女儿醒了以后给我磕头谢恩啊。杨琪面色一僵。顾青，穆平冷凝着我，眼底满是厌恶，就自己的亲人还要亲人磕头谢恩？你还是人吗？杨阿姨和顾燕儿对你哪点不好了？杨阿姨一直在家照顾你，燕儿更是处处礼让，倒是你心术不正就罢了，还不顾燕儿身体不好的总是欺负她，你不觉得你太歹毒了吗？我狠厉地扫了他一眼，我的为人还轮不到你来评价。这下他哑口无言，生气地站在原地。杨琪左看我一眼，又看穆平一眼，然后笑着凑到我面前：“顾青，别这么生气，就算你以前喜欢过穆平，也应该明白强扭的瓜不甜。”我一把推开要靠近我的杨琪：“麻烦你弄清楚了，人和野狗是不能相爱的。顾青，你注意你的言辞。”穆平气急败坏地瞪着我，原来清秀的面孔做出狰狞的表情，也那么丑陋。少管我，我喜欢这样说话。我白了他一眼，然后不再理他。在病房里看了看，我又问杨琪：“你把我妈妈的骨灰放在哪了？”杨琪犹豫了，躲闪着眼神，不说。我冷厉一笑，眼神威胁着他：“算了，告诉你吧。”其实杨琪刚开口，门口进来的男人就打断了他的话。一脸憔悴的顾意出现在我们面前，他眼下乌黑，根本没有骨灰。我不解地拧起眉头，心里猜到了一个可怕的念头：骨灰是骗你的，你妈当年死后遗体捐赠，根本没有骨灰，而且就算是有，我也早就打电话告诉殡仪馆的人随便处理了。他说的问心无愧，面无表情，
仿佛对他来说，这不是一件错事。故意，我再也忍不住我的恨意，狠狠地瞪着他，指着床上的顾燕儿，用妈妈的骨灰骗我，目的就是为了救她吗？她是你妹妹。顾意神色肃穆地反驳道，也是我的亲生女儿。难道你不应该救自己的血缘妹妹吗？一句话把我堵得差点呼吸不上来。区区一个顾燕儿，居然要用我妈妈的骨灰来骗我，逼着我给她输血，让我们母女为她奉献。凭什么？故意她凭什么这么做？眼眶酸胀得发疼，我颤抖着声音问顾意：这一次你可以骗我，那下一次呢？他嗫嚅了几下，没有回答。下次还有办法吗？或者你自己的骨灰？我残忍地笑着，完全不顾穆平和杨琪惊愕的表情，也不顾顾意难以置信的眼神。顾意摇了摇头，失望至极。我这辈子什么错事也没做，居然生出一个你这么个白眼狼，是我上辈子的报应吗？顾青，你是来报复我的吗？虽然是质问我，可他的眼睛却红了。我不禁笑了起来，看了一眼屋里3个清醒的人和床上躺着的那个。那我问你，你算我的父亲吗？我被顾燕儿欺负，你说是我不懂事不知道忍让。妈妈送我的礼物被顾燕儿故意玩坏，你说我斤斤计较小肚鸡肠。18岁成年礼，顾燕儿抢了我的礼服，你指责我欺负她，然后把我关在家里，给她过了一个盛大的成年礼，我算什么？甚至我在学校被几个面都没见过的男生拖入巷子里凌辱，你说我活该，故意，你又算什么？算是我的报应吗？当我说出实话，穆平的表情呆滞了。或许他做梦也不知道，我是被强迫的，而不是传闻中谄媚攀附的。杨琪心虚不已地站到我和顾意中间，连忙打圆场。以前的陈年旧事就别提了，这次的确是我和顾意做的不对，不该骗顾青。什么不该骗？顾意的脾气又上来了，怒目圆睁道：顾燕儿是我的女儿，我为什么不救她？我救她，我问心无愧，天经地义。哪怕把事说出去了，又有谁可以批评我的不是？错的是顾青，是他薄情寡义，冷血无情，从小到大杨阿姨和燕儿对他都好，可他就是瞎了眼，看不见。瞎了眼，看不见。我看着自己手臂上的针管口子，心里泛着异样的涟漪。眼前这个熟悉又陌生的父亲，我似乎不需要了。关于我的事情，你知道多少？我把视线留在顾意的脸上，脑海里难以抑制地回忆起小时候他把我抱在怀里喂饭的画面，回忆起抱着我举过头顶的时候，回忆起爸爸妈妈一左一右牵着我的模样。顾燕儿是你的女儿，你又真的了解她吗？当我这话一说出口，杨琪脸色大变。顾青啊，你肯定累了，咱们去休息会吧。我毫不犹豫地打开他想牵我的手，笑意阴暗地俯视着他。大家还记得我被凌辱的事吗？想必在座的各位都记忆犹新吧。说着，我红着眼笑着看了看穆平，看了看顾意，那几个男生就是顾燕儿亲自找来的，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他当然也告诉了杨阿姨实情，但杨阿姨肯定不会主动告知顾意。我记得那个月杨阿姨十分着急地在凑钱，目的是什么？不就是为了给你的女儿善后吗？让那几个男生转学，这笔钱杨阿姨花得很心疼吧？看着杨琪惊慌失措的表情，还有一旁因为震惊而跌坐在椅子上的穆平，我并没有多少感觉。站在我对面的顾意，眼神逐渐空洞，有诧异，有怀疑，有茫然，复杂到难以言喻。燕儿不会这样。顾意突然对着我吼道：如果这是事实，
你为什么不早说？你给我机会了吗？我安静地瞧着他焦躁的模样，故意愣住了，不知是真的不信我的话，还是不敢相信。逃离那个窒息的房间，我躲在走廊的拐角处蹲下身子，我又开始呼吸困难了。我记得我第一次并发呼吸困难的时候，是18岁成年礼，当时的我倒在地上，拼死挣扎的想得到一口氧气，把自己折腾了一身汗。我孤立无援地伸着手，却连茶几上的手机都碰不到，空荡荡的房间没人会帮我。索性过来一段时间，我自己挺过来了。那天晚上，顾毅和杨琪带着顾燕儿回来，他们3个人光鲜亮丽，唯独我面色苍白，狼狈不堪。顾毅分明看见了我虚弱的模样，可他连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，像是逃避一样，不仅躲开了我的眼神，还没有理睬我。顾燕儿穿着我的礼服，对我高傲地抬着下巴。一旁的杨琪则当作没看见，任由他的女儿对我耀武扬威。我忍不住红了眼，我告诉顾毅，我想找妈妈。就是这么一句委屈的话，我居然换来了顾毅狠狠的一个耳光。摔在地上的那一刻，不光我呆滞了，连一旁的顾燕儿和杨琪也愣住了。我脑子里有些发懵，来不及反应，就听见了顾毅的咆哮：“你还要找他？”顾毅指着我的鼻子，目眦欲裂地骂道：“我和你妈早就八竿子打不着了，我养你，教育你，为你费心思，你倒好，成年了就想拍拍屁股走人，回你妈身边伺候她，给她赚钱是吧？你的良心被狗吃了？为什么你和燕儿拥有同样的血脉，却天差地别？呵，说白了，还是母亲血统的不一样。你妈是个不知道感恩的东西，你也好不到哪里去。”我看着顾毅，看着这个陌生的父亲，硬生生把眼泪忍住了。这些年，妈妈为你扔掉工作，不远千里的远嫁，事无巨细的在生活上帮助你，照顾你，结果被扣上一个不知感恩的头衔。我苦涩地笑着，你说得出这种话，多荒谬啊！顾毅赤红着眼，瞪着我。我从头到尾要娶的人都不是你妈，而是杨琪。原来是因为当初没有娶到自己的初恋杨琪，所以才把幽深的怨恨全给了我妈一个人。顾毅，你弄清楚情况，当初你一穷二白，杨琪根本是自己不愿意嫁给你，是我妈傻傻的跟了你。哪怕要被打，在我妈的事情上我也不甘示弱。不知感恩的人究竟是谁？那晚顾毅被气坏了，因为我的话一针见血，毫不留情。他把我狠狠地打了一顿，打到昏厥。醒来以后，我肿着眼睛，蜷缩着满是淤青的身体，躲在被子里偷偷跟妈妈打电话。不过她没有接，我猜测她是睡着了才没有接。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梦到我回到了小时候，靠在妈妈的怀里，吃着爸爸给我切的水果，他们会时不时亲一下我，亦或者揉一揉我的脸。我们看电视只选我爱看的动画片，吃饭只做我爱吃的肉，腻死人的爱意把我的梦编织的让人舍不得醒。到了天明，我发现这都是假的，是我脑海里潜意识的海市蜃楼时，那种无力感和痛苦根本无法言说。我又找了妈妈几次，可她就是不接电话。几天以后，我才知道，那晚我妈已经病入膏肓，躺在医院，而她为了不连累我，自己一个人扛着不肯说。直至她离开人世，我都一无所知。妈妈的离开加上我在顾家攒够了的失望，让我一时间痛不欲生，险些想自尽。但妈妈的一张照片让我活了下去。妈妈把我带到世界上，肯定不想看到我的一生是这样狼狈不堪。所以我趁着一个周末，用妈妈给的一笔钱逃走了，
逃到了我的大学城市。我想，我再也不会回到顾意所在的城市，或者见到顾燕儿和杨琪母女二人。结果没想到，兜兜转转还是被他们骗回来了。他们还利用了我妈妈的骨灰。回忆总是恶心的，尤其是他们3个人。扶着墙站起身子，我打算离开医院，谁知身后传来一道声音：“顾青。”我回过头，看见是刚才跟我抽血的医生。有事吗？我冷淡地问道。他拿着报告单，皱着眉头问我：“你的健康指数不达标，为什么要用假的骗医院呢？你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了一次性这么多的输血，你有严重的心脏衰竭，你这种行为对自己是极其不负责的。”假的报告单。我想了一下，然后自嘲地笑了起来。那我问你，报告单是不是一个叫杨琪的女士给你的？而且她声称是我的母亲。医生愣神地点了点头。那就对了呀。我看着他，心里毫无波澜。他们一家人为了要我的血，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，何况是假的健康报告单呢？不把我的血抽干，他们誓不罢休。我话音刚落，眼前出现了一个熟悉的人影。顾意。医生说你心脏衰竭。他干裂的白唇张合了一下，眼底浮现震惊。真的还是假的？顾青，你告诉我。我听着他沙哑的声音，毫无感情地盯着他。你有必要知道吗？况且你有什么资格知道我的事情？说罢，我转身就想离开，不想再看见顾意。下一秒，我突然眼前一阵晕眩，心悸与心疼同时出现。我在身后那个苍老男人着急的呼唤声里倒下了。医生，麻烦你了，您一定要好好的把她治好，她是我的女儿。不要紧，什么医疗费的我不在乎。即将清醒时，我听见了顾意急迫的声音。他一定是在说顾燕儿吧？真是有够烦的。不过，我这是躺在哪里？等我睁开眼，入目是血色的天花板。我躺在一张病床，干净简单的病房，只有我一人。当然还有门口不停说话的顾意和医生。难道顾意刚刚是在帮我跟医生说话吗？等关上门，顾意回头才发现我醒了。你醒了？他局促地说了一句，然后别扭地坐到离我比较远的椅子上。我跟医院说了，一定可以治好你。这些日子你就留在医院吧。我看着他，一声不吭。顾青。他终究还是低下了头，沙哑地说道：“我真的不知道该和你说什么。明明我们是父女，现在却闹得关系僵硬。我连你最基本的身体状况都不了解了。顾青，我只能告诉你，如果我当时知道，我肯定不会让你去冒险。你也是我的女儿，我怎么舍得？舍得与否，你的行动已经证明了。”我淡漠道。他一时哑了，怔怔地望着我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表情失落地起身，走到我的床边，拿起我床头的杯子。我知道你心里膈应，我现在不和你说这些，我去给你接杯热水，你好好休息，以后我会改。他拿着杯子低着头离开，我这会儿才注意到他的背不知何时有些驼，不似年轻的模样。现在算是他要补偿了吗？可会不会太晚了？他明明已经伤害了我那么久。就这样，我胡思乱想了10几分钟，猛然想起顾意还没有回来，我干脆自己下床，准备去外面看看。走到饮水区域，发现顾意并不在这里。我心里有一种不好的直觉，于是我鬼使神差地走到了顾燕儿的病房门口。病房里有3个人：杨琪、顾燕儿、顾意。他们3个人其乐融融的谈笑风生。顾燕儿清醒了，双手捧着杯子，喝着水，而那个杯子就是刚才顾意从我病房里拿走的。一切又回到了最开始啊！
不经意间，故意一个转头看见了我，他脸上原本的笑容瞬间凝固，眼神之中藏着慌张。我掉头就走，生怕他追出来。不过我实在是多虑了，故意根本没有出来找我，哪怕我躲在拐角处等了10几分钟。这10几分钟让我彻底明白了自己的愚蠢。望着医院的走廊来来回回的几个穿着病号服的病人，他们身边没有亲人，没有朋友，孤孤单单自己一个人。我和他们别无二差。病房我没有回去，我直接换了衣服离开了医院，删了顾意他们几个人的微信，也删了他们的电话。看不见顾燕儿的朋友圈，看不见杨琪的头像，看不见顾意微信上的备注爸爸。我突然发现自己没有任何束缚感了，所以我打算用卡里最后的钱去雪域高原，那是妈妈曾经最喜欢的地方。一个人买了票，坐上长途火车，在火车上遇到了各色不一的人。我庆幸我没有在火车上病发。几天以后，我安全地到达了雪域高原。我的手机多了几个拦截陌生号码，我没有理会。在雪域高原，我必不可少地出现了缺氧，再加上我的心脏衰竭，除了冷和高原的难受，我比别人要多一份痛苦。一个好心的阿婆收留了我，我不会藏语，但我会手语，和阿婆可以正常沟通。阿婆也很善良朴实。这里的食物我吃不惯，我努力学着吃惯。这里的生活方式我不懂，我也用心的去学习。我只想尽可能的和他们融在一起，留下一点回忆。等回忆攒满了，我就去找妈妈，把这一切说给她听。她一辈子都没有来过雪域高原。这几天早上醒来，我可以感受到自己生命的流逝，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感知，像双手碰了水，无法阻止水从指缝渗透。除此之外，随着时间，我手机的拦截号码越来越多。终于在祭神的前一天，我被迫无奈地接了。顾青，你在哪？你到底在哪呀？顾意的声音怎么哑成这样了？我垂眸看着自己微微发颤的手，有气无力道：我在妈妈身边了。你不要胡说八道，爸爸错了，都是爸爸的错，对不起，你回来好不好？爸爸一定好好的对你，再也不会偏心了。原来你一直知道自己偏心啊。顾意沉默了一阵子，然后压着哭腔对我说：回到爸爸身边，女儿，你回到爸爸身边好不好？你想要什么，想做什么，爸爸都陪着你，都给你。青青啊，你叫我一声爸爸好不好？就一声。久违的一声青青。我不禁一笑，释然道：算了，晚了。说完，我挂了电话，不留余地地把手机卡毁了。祭神那天很热闹，早上所有人都穿上节日盛装，聚集在楼顶上，举行一次隆重而欢乐的插经幡仪式。藏语里这个仪式称为托随，意为祭神祈福仪式。唯独我去了人迹罕见的山脉之处，我看见一棵光秃秃的柳树上挂满了经幡，可能是旅客所为。5块蓝白红绿黄色的星火无字幡条和一块单色镶边的主幡方块布，上面印有佛陀教言和鸟兽图案，幡条布分别系挂在柳树枝杆上。妈妈之前告诉我，古城拉萨的民居楼顶上随处可见这种经幡，很是惹眼。而且经幡作为福运升腾的象征物，每年都要换新，换新的日子不能随意选择。我坐在柳树下，哼着妈妈儿时给我唱的摇篮曲，极力忍耐呼吸困难的疼痛感，从经幡布条缝隙里窥看苍穹的青碧。我终将死在山巅的雪堆里，永远留在经幡之下。我这狼狈的一生，终于如了顾意所愿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
还请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